你看这两个研发人员本不属于这个部门，却经常由于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频繁进入部门办公室，而且他俩和苏舍同期进入公司。魏无羡咳嗽了2声，拿过打印出来的资料。如果有人要在云深电子安插卧底的话，肯定是分行政岗位和技术岗位。苏舍和大多研发人员多少都有交集，但作为同期，却和这两人完全没有交集，很是奇怪。蓝忘机低头确认，锁定人员的话，找出证据也是时间问题了。这种技术型的工作我们不擅长，不如让云深电子私下调查一下，我们重心放在苏舍背后那个墨林科技，看看到底是什么来头。魏无羡讲完，看向蓝忘机，如果两边背后是同一人指使的话，那云深制药那边也应该看得出端倪才是。没有。蓝忘机摇摇头，云深制药这边还难下定论。今天有些晚了，先送你回去吧。魏无羡低头一看，已经快11点了。最近就住我那边。蓝忘机颔首，起身去整理纸质材料。也只好这样了。魏无羡无奈一笑，起身将资料收拾锁好，又把2台电脑一起提上，才和蓝忘机一起下楼。此时公司大楼已经漆黑一片，魏无羡提前从温宁那里拿到汽车钥匙。一般加班太晚或者遇到特殊情况，魏无羡会亲自开车。蓝忘机一般坐在后排，但魏无羡开车的话，他会坐在副驾驶。等待红灯时，魏无羡轻轻揉了揉太阳穴。魏婴，累了吗？蓝忘机侧过脸，静静看着自己的魏秘书。有一点。魏无羡老实说，蓝副总你呢？聚精会神看了一下午，应该也累了吧？魏秘书在身边的话，似乎并不觉得累。蓝忘机这句话说得云淡风轻，这么神奇。魏无羡咧嘴一笑，踩下油门，那看来今晚不用给蓝副总煮咖啡了。回到蓝忘机家后，魏无羡先去洗了澡，换了体恤，才去蓝忘机书房继续看资料。蓝忘机似乎也刚洗完澡，发梢还挂着水珠，透着一股慵懒的感觉。魏无羡打开电脑，集中精神再次将云深电子的资料快速过了一遍，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猜想。他将2位研发人员的资料及相关佐证材料汇总起来，打印一份递给蓝忘机。很好。蓝忘机看了一遍。明天先交给大哥。有个内容我没写上去，口头汇报吧。魏无羡补充道，墨林科技的资金链似乎有兰陵支持。猜到了。蓝忘机点点头。制药那边呢？魏无羡歪着头问。成分遭到泄密的药有2种，怎样被窃取的还不知道，但是蓝忘机顿了一下，负责这2种药研发的人是温情。晴姐？不，肯定不是他。魏无羡跟温情高中、大学都是同校，和他弟弟温宁交情很深，对他的为人还是比较了解。他弟弟还在给你开车呢。魏婴，你知道温若寒这个人吗？蓝忘机忽然换了个话题。不认识。10几年前，温若寒的岐山生物是云深制药最大的竞争对手。但后来温若寒触犯法律，逃到了国外，岐山生物也破产了。就因为他们都姓温。魏无羡试探道。温情是温若寒远亲。蓝忘机说，我不是说温情一定有问题，但是目前箭头都似乎指向他。要查清真相的话，可能需要从国外仿制药品源头入手。源头在哪？德国。蓝湛，你不会是打算自己去吧？魏无羡撇撇嘴，温情那边我可以避人耳目去试探一下，毕竟有温宁在。你也一起。蓝湛，国外不比国内。魏无羡忍不住皱起眉头，云深电子那边我感觉顶多就是在恶心人，但制药这边的水明显深得多，蓝总肯定不会让你去的。无羡，辛苦你们了。蓝曦臣拿到2人连夜整理的调查报告，十分满意，那就麻烦再去德国跑一趟了。好的，大哥。蓝忘机一口答应。不是，魏无羡想插嘴。云深电子这边似乎要单纯些，金家有插手的话，不如后续就交给我来办吧。蓝曦臣和金光瑶关系一向很好，忘机，你们就重点调查一下制药那边的问题。蓝忘机说完就准备起身，相关资料魏婴会转交过来。蓝副总，魏无羡想拉住蓝忘机，但碍于蓝曦臣的面，
手伸到半空，又赶紧缩了回来。魏婴，蓝忘机催促道。忘机，我理解无限的担心，他先留一下吧。蓝曦臣微笑着说。可是，大哥，蓝忘机神色居然有些紧张。我知分寸。蓝曦臣朝蓝忘机点点头，蓝忘机看了魏无羡一眼，只好先行离开。蓝总，这件事让海外公司的人或者雇人调查比较妥当吧？蓝忘机一出门，魏无羡便急不可耐地说，听蓝副总说，这事估计还跟温若寒有关，听起来很复杂呀。